月亮终于出来了，那我们就好好做月饼，好好过中秋。从今天起，让我们大家齐心合力，一同染指。不管是在益州还是在南诏，我们看的都是同一轮月亮。既然寄不成信，愿以明月寄相思吧。以明月寄相思，以明月寄相思。那我们过节吧。会做月饼的，快来跟我和平儿一起做月饼。喜欢花灯的，找我来领。其实我们家做月饼比这讲究多了。我们家和面省一共3个，就做馅儿的省5个。咱们就说这个面皮儿，面皮儿就要叠上那个9981次，每叠1次呢，就要抹一层猪油，这样烤出来的月饼才酥香松软。等咱们回去之后，第一件事，我就要带你回家，尝尝我们家特别好吃的月饼。继续说。啊，还有馅儿，馅儿也挺多的。那就我来说吧。啊，14。我喜欢你。你能不能温柔一点？确实不是我想嫁的那种人，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一想到你就会想，觉得害怕的时候，就忍不住想你的名字。34，我喜欢你，不管未来如何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亲啊，可以亲了。我想让你继续做自己，我想让你和我相遇、相守，像是一只鸟遇见另一只鸟，像是一阵风邂逅另一阵风，要更快乐，更自由。
更肆意，更鲜活。可是你在我心里不是一只鸟，也不是一阵风，是月亮。我这条夜路很长，原本打算自己一个人就走下去，可是不知从何时起，只要我一抬头，就能看到月亮。风霜雨雪，阴晴圆缺，它总是陪着我。他与我说过，要给我托底。你好狡猾啊！因为我想活着。月饼，我买一个。我们自己做的月饼不卖，送家人，送朋友。什么意思啊？送我的？嗯，谢谢。看挺好吃。我师傅也说过，中秋赏月，想念家人。那你师傅还说过什么？你说来听听。他就是没说过，益州的女人如此狡诈。哎，我问你，益州好吗？对我来说，那是最好的地方。我在那里长大，那里有我的家人和朋友。你这么好奇，怎么不亲自去看看？别说我好奇了，我不好奇。你穿南诏的衣服，却研究益州的丝，就是因为你喜欢，你好奇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？你是不是有益州的邪术啊？只有心无杂念的人，才能染出这么好看的颜色。我是益州人养大的，但是我终归是南诏人。我想去益州也去不了呀。你的衣服之所以和别人不同，是因为你结合了南诏和益州的染织技术。益州和南诏不一定要相互猜忌、打仗，其实是可以像你衣服一样交流融合，是可以做朋友的。这个是我做的香包，防蚊虫的，是送朋友的。杨绛来送你的礼物。你见过他？他在哪儿啊？他伤得怎么样啊？他还活着。他让我给你带话，说平安，勿念。这是我们刚做的月饼，益州人人人有份。不必了，我全家都被牛姐杀了。萧炎可能这辈子都团聚不了了。
阿兄、阿娘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，等着我，等着我们。我和杨静安一定会回去。莹莹，别嫌我做的丑啊！送你的那个已经是最好看的了。我想告诉我的月亮，事情结束以后，若他还眷恋江湖，我便陪他仗剑天涯。杨警官，怎么样？感觉如何呀？想不到你偷偷骗我，竟会有药！是啊，本王知道，对杨警官严刑拷打没有什么用，所以啊，本王只能用这种剑走偏锋的方法来撬开你的嘴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有什么计划？我说了，你会醒。这计划就是让你亲自把我送出这里。杨金兰，你别忘了，现如今你在南诏，无论你怎么布置，你都飞不出本王的手心。他的眉宇间应该是含笑的，他的手腕应该是纤细且柔软。放下！一点儿也不是！放下！你是不是感觉自己身上有千万只蚂蚁在啃食你，在撕咬你？总有一天会忍不住疼痛，喝下那瓶带着药的水，然后放下你所有的尊严，对着本王摇尾乞怜。你当我是赵秀元？是，那又怎么样？在这暗无天日的房间里面，只有药水陪着你。无论你的骨头多么的硬朗，他们都会自己折断。杨警官，你好生休息。本王
过几日再来看。莹莹，别怕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。我一定带你离开这儿，回到益州。等我。婷儿，哎，非得是你吗？你一向不善言辞，不与人争抢，难道这次非得由你出面去劝阻牛瑾吗？阿娘，江人被掳，锦业本就元气大伤，牛瑾非但不体恤民情，反而横征暴敛，逼迫我们交纳更多的赎金岁贡。再这样下去，锦业必衰。得有个人站出来，告诉他不能再这么做了。我明白，我都明白，只是茵茵在南诏，安危难料。若明日你再出什么事儿，我会暗中保护她的。不，姨娘，你不能去。若是你被抓了，我就真的没有力气再做任何事了。你们放心，牛瑾虽然残暴，但是他也知道把我们逼死了，对他是没有任何好处的。婷儿，你一定要小心行事啊！啊，放心吧，阿娘。我等你回来。那我们敬明月，敬中秋，愿家家团圆，平安。诸位先生，季家的锦已经送进去了。辛苦季兄了。哪怕阁下再辛苦，这些锦加起来还是抵不过岁贡数目。我一会儿能否同诸葛先生一起去拜见牛将军？我们须得有人站出来言明，益州锦业不以杀鸡取卵。实不相瞒，我和诸葛先生也是这么想的，只是我们还未进去，于叔于前辈便拦住了我们。于前辈自己进去了？是啊，他说只要他还活着，这些事就轮不到我们这些晚辈。在国郎君，爷帅让你们进去。那于掌柜的意思是，本节帅的岁贡要多了不是节帅要多了，是当下益州锦业职工流失，元气大伤，暂时不能满足节帅的需求。见过节帅。方才于掌柜一直在同我说啊，各位现在都不容易，职工少了，丝线贵了。总之呢，意思就是我岁贡要多了。节帅，他们都还年轻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所以自然就看不到如此下去对锦业就如同杀鸡取卵。我等并非是不想孝敬节帅，实乃我等是想长久的孝敬节帅，才希望节帅能高抬贵手，细水长流。我又没问你，我在问他们，你们觉得呢？下官翻过记载，历史上益州锦业断过5次，2次是因为战争，而另外3次都是因为守关的岁贡过高。
你们俩呢？节帅恕罪，倾我杨家之全力，夙兴夜寐，也未能满足节帅的需求。若是锦业兴盛之时，或能凑齐，只是如今锦业本就凋敝，实难从命。唉，其实呢，你们也都知道，我赚钱的法子有很多，那我为什么会独独钟情于蜀锦呢？是因为年幼时家里穷得厉害，父母早亡，我与阿兄相依为命，同在一个富贵人家做工。阿兄不小心把那家夫人的锦衣弄坏了，就被活活打死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发誓，若日后富贵了，我定要依锦而行，视锦绣为玩物。哈哈，好了，随便唠叨两句啊。行了，既然都觉得我要多了，那本节帅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今年的岁贡就这些吧。多谢节帅。啊！于掌柜，于掌柜，刚才我的话没说完。我之所以要依锦而行，是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在锦上忤逆我。下次不能比今日再少了，也别那么多废话。于掌柜，我于家谢了。于前辈放心，只要我们在一日，便会照样于家一生。别怕，来日方长。于掌柜，来日方长，我们得早做打算。这是今日清平关呈上来的折子，皇帝请看一看。节度使穆辉不是我杀的，是牛鼎栽赃陷害。还请王兄明鉴。无论栽赃是真是假，穆辉旧部打着报仇的旗号骚扰我南诏的边境是真，百姓众说纷纭，惶惶不可终日是真。请王兄给臣弟一些时间，查明真相，昭告天下。启禀皇上，此事万万不可再等了。现在唐军并未与我正面交锋，只是叫嚣着要潜入我南诏的都城，就像当日白王在益州一样对待我都城的百姓啊！如果再等下去，百姓定会纷纷逃亡，到时我南诏可就乱了。
这唐兵以复仇的名义作乱，恐怕现如今最不安全的便是王弼你。不如这样，你迁入姑的行宫，那里毗陵山海，人迹罕至，又易守难攻，且姑会派兵前往，昼夜巡逻，保护你的安危。臣弟还有一人，可以证明我的清白。穆徽旧部，穆徽旧部，哪来什么穆徽旧部？全都是你搞的鬼！按照牛景的秉性啊，这帮人不是被他收了，就是被他杀了，哪来这么多人来南诏报仇啊？是没有。你怎么不去跟南王上去说？是因为他觉得不重要，他要的不是真相，是结果。如果我能平息边关之乱，你给我什么好处？本王有2个问题啊。第一，你如何平息边关之乱呢？第二，这边关作乱之人是些什么人呢？给我碗干净的水。他们不过是我的一些故友旧交，我会告诉他们，祸乱益州的真凶是牛瑾，然后让他们去长安，请朝廷来处置牛瑾。如今忍了行吗？好，那说说，你想要些什么呢？我要带一个人走。他织锦尚未完成，他不会跟你走的。此事根结，由长安决策。丧事四郎是国舅爷，在长安，他的话比我有分量。太子不方便做的事，他的姐姐娘娘，还有兄长们方便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第二，我需要你写一封亲笔信，承认你与牛瑾有勾结，随便你怎么写怎么撇清自己。我要让朝廷决定，牛瑾与你有私交。好，本王也答应你。第三，临走之前，我要与我夫人见一面。第四，杨警官，你的要求未免多了一些吧？
第4，你1年之内不准碰季莹莹。这不是益州警官与南诏白王的约定，这只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约定。你敢吗？本王答应你。哎，那个，我说了多少遍了啊，一定要等水沸的时候再放丝。你怎么又提前放了？你看看这颜色对吗？你脖子上顶的那个是木头吗？这不是你们益州的蚕丝，就得按照我们南诏的染法染。你是听不懂啊，还是听不清啊，还是傻呀？谁傻呀？谁听不懂啊？蜀锦就要用蜀地的方法染才对啊！你做的是南诏的锦，用的是南诏的蚕，你就得按照南诏的规矩来。我们南诏有好蚕有好锦吗？用南诏的方法。我做的都是好蚕，我喂的都是宝宝的。哎呦，二位莫要争吵，我刚设计了新图案，既需要蜀地的颜色，也需要南诏的新色，莫不如二位都试试，咱们拿结果说话，如何呀？行，你等着，我会让你看到匠人和木头的区别。真木头！哎，不是莹莹，你看这个糟糕的南诏人，我已经很努力的有礼貌有风度了。你看，艺术交流嘛，免不了切磋碰撞。行，跟他好好切磋切磋。莹莹，我们合作之间可好呀？好，在这里我们不计前嫌，一切只为织锦回家。那我去设计新图案了。有劳。季娘子，有人想要见你，请。本王说了让你见，但是并没有说怎么见。季娘子，谁将情丝都写成稿本，藏在眼神中娓娓道来。缘自抽丝剥茧出意来，那就猛虎而花开。茫茫眉宇之间的沧海，心若孤舟向着你驶来。纵然时光总生了青苔，在回忆里重这个和穗流波锦，其实是因为你。我杨金兰所铸下的承诺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，荣辱与共，生死不弃。
不离不弃，不丢本性。往后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你我都丢不了了。莺飞草长崎岖出岛外，水色涟漪和随听风来，思念如梭走线绕尘埃，就连泪也分成一彩。杨警官，事不宜迟，你可以上路了。风月成去秋来，情节又等谁来拆？昨日岂能忘怀？当时一身雪白，我誓言未曾更改。天涯遥思彼岸，尽揽流水记载，这心意怎能被掩埋？风霜当前无碍，故里一生期待，看雪花风吹又归来。二位，过了这望京驿，便是大唐的地界了。后面的路，是生是死，就看二位的造化。告辞。不是你，这是一看啊，袭击他们边关的人被你劝走了，他们便撒手不管。这南诏人怎么这么奸诈呀？这是人干的事儿？史策，前面的路就靠我们自己走了，你怕吗？哎呀，怕也得走啊，也都答应平儿了，要安安全全、风风光光的接他们回来。杨老三，你比爷聪明，这条路怎么走听你的，你不用管我，给我留条命就行。放心吧。杨敬林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这么没礼貌呀！欠到我不知道叫阿兄。行了，我问你，你现在还是个逃犯身份，这前面关卡重重的，打算怎么去长安呀？所以，阿兄有办法。现在知道叫我阿兄了。行，我告诉你，自从知道你去了南诏，阿爷便组织了一支商队，我们一直等在前面两邦交界处的驿站里。你什么时候出现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启程去长安。对了，给你做的新闻碟，拿着。与逃犯同路，阿兄就不怕被牵涉其中吗？你做的事儿，我都知道了。不愧是我们杨家人，我佩服你。但是我也姓杨，忠孝仁义我也学过。这一周，不光是你家，也是我家。谁不想回家呢？好啊，那咱们兄弟速去长安，一起回家。走，回家。走，走。这。这已经是用最有韧性的蚕丝制成的剑了。接下来由你来演，看看它能不能成为合格的南诏剑。图案清晰，色彩明艳，花型饱满，织造没问题。过碱水而色不退，鲜艳如初，染色也没有问题。最后韧性的部分，我来演。我来。
我来，轻点，你们轻点，我来，轻点儿。陈木头，你使那么大劲干嘛？这做了几个月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不小心呢？正常的锦是经得起这样的拉扯的。它断了，是因为我们又失败了，还是不行。蚕丝还是不够坚韧，不过比一开始好多了。我们再努力努力。我们已经努力那么久了，还是那样的结果。1年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再织不出来，我都不晓得自己在期待些啥子。